你好，李老师，要给您添麻烦？没有。我们这个有个检材需要您能够看一下。好，您帮我们看了，我们才放心。您请来。那我把这个案情给您介绍一下。都放完了是吧？对，倒在摆这边。白骨化首先是要把它拼起来嘛，条条不是有砍痕了呀，这些痕迹地方要把它拿出来，那是重点要研究的。就有些骨头是断的，不是他挖的断的，还是怎么搞的不清楚。因为就像是椎体这个地方分离了，所以这个人可能要调查生前有没有腰椎的问题。如果他确实是没有骨头上的伤，纯粹软组织伤，那就麻烦了。看一些颅骨里面的，那可能会保存一些有特点的东西在里面。人在窒息的时候，就会有血液在里面堆积着。血液里面有的成分就是那个血红蛋白，血红蛋白的里面有个成分叫做含铁血黄素，所以那个铁在里面的话，能证明这个地方是有出血。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锯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血。有可疑的东西在里面，像这些地方就蛮可疑的，时间长了可能稍微难一点，但是还是有希望。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现场做了一个还原。血迹看到了吗？哇，那个出来了，一下，就这里有痕迹，拖擦过的痕迹，有骨折的征兆，颅脑损伤是一个很可能的死因。吃头孢了？发现了头孢，没有看见他吃。他没穿衣服。他的肠是黑色的，我觉得他这个伤是重。这么浅的水坑，总不至于是溺水吧？这个姿势很正常吗？不知道是姜吗？敲了扔到里面，这里有蘑菇。为啥这个颜色？啊，还有什么？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居然是个实时观察节目，观察的嘉宾就在隔壁。这跟我以前看的综艺不一样。我们在实时观察他们。对。突然很安静了。经过昨天一整天的这个筛选呐、考核。恭喜你们这个进入这个实习状态。那么今天是第一天，我先想问一下大家，还入职以后的心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很期待吧？就是对，迫不及待，有点，我现在是。然后呢，法医除了这个讲理论以外，做案子很重要。你们都是在这个学校阶段，可能有过看过这个案件或者是做过案件，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做第一例案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心情？我也会分享我的这个第一个案件给你们听。我说一个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高中的男生跟同学有点打闹，然后同学推了他一把，然后他就摔进了花坛里面，然后就送医院，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医生觉得他是热射病去世的，但是他们家属就看到监控里面有这个推的过程，他们就认为这样子的结局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们要申请我们做鉴定，然后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也是比较困难的。最后我们就结合他一些水肿啊，排除了很多原因，最后确定是热射病。就这个案例我会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它会就是比较难判断，就是需要思考的。是你讲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种后期要注意的，就是说你排除了很多东西，对，才定下这个事情，是吧？因为我当时是在公安局实习，看的是一个故意伤人，但是并不致死，就自己泄愤。然后等我们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就发现他失了很多血。然后医院那边呢，就是说抢救了一宿嘛，人也没救回来。东北话一宿，一宿，一夜，我能听懂。一夜，我还纳闷了一下，什么一宿？梓潼因为是东北人，他们刚刚说的东北口音，很有可能等节目到后期的时候，大家所有人会被带跑偏。东北口音真的很容易把别人带跑偏。哦，是的，对，就很容易。问题就是要看最后你这个院方这个治疗过程中是不是有些违规嘛？是不是这个你最后那人本来没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你的启示就是，我们将来做这种鉴定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它是多因一果，对，还有别的因残留没有。我的第一案是我进入殡葬行业之后，我入职的是生命礼仪师兼那个入殓师。那天工作完成之后，医院的解剖师就送进去遗体，然后我就隔着那个大门的玻璃去在那里观摩。我就看见解剖老师使用的是一字解剖术，从脏器的称重再到测量，然后一系列下来有长达3个小时的解剖嘛。法医老师给我的一种从容不迫的状态，深深地震撼到我。很自信的。对，也是我对法医热爱的一个起源吧。吃苦这方面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所以我觉得向晴你对这个法医感兴趣，我是挺震撼的，是吧？所以他们对这个行业特别充满了热情，对，有热情和激情。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然后呢，实际上我手上拿了一份档案，这个是我38年前做的第一个这个开棺的一个案子，大概是在80年的时候，有一个喝农药，然后死掉了，家里面开始没把它当回事儿，就埋了。大概1周以后呢，就提出问题来了，说是别人把他害的呀，或有掐呀，不一样。所以就去开棺。开棺当时其实是第一次开棺，也没太多经验，因为1个星期的这个埋下的这个尸体的话，它的腐败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巨人棺了嘛，就是肚子胀得很厉害，主要是气在里面。对，所以在第一步的话，就是做这种解剖的话，首先是干什么事呢？按一按吗？按压好，就是如果要准备开刀了，应该是。那大概知道他那个气体压力，你得先放气吧？好，还要放气。对，你要不放气的话，这个尸体就鼓着的吧，是吧？所以这个放气呢，我当时没经验，就用一把长手术锏，拿一个长的指甲钳一样的，把那个手术刀架得很远嘛，就扎一下。那个气放出来以后呢，就迎面就来到我这当场就要吐。所以这个事情说明你们以后在出现场的时候看风向，对，所以我想提醒大家，以后在做这个时候，生物安全性还是很重要。那么言归正传，你们到这儿来了以后，我可能把我和周老师这么多年的这个案件，加上湖北同济法医学鉴定中心和湖北重新司法鉴定中心的大量的疑难复杂的案件。这个档案呢，从死亡原因上面是比较复杂。这种考点的话，我觉得看他们判断分析能力可以很好，会有11次考核等着你们，会把这个现场重建模拟出来。你们去了以后会有这个尸表的检验记录，另外呢会有毒物化验的一个报告，把有关的信息采集出来。颅顶皮下出血。他给他爸发了一个延迟发送的短信，意思就是我要自杀了。就他这个颈部伤痕，甚至不像个勒痕，像是什么掐着。
那么最终是要大家给出一个死亡原因的汇报材料。那么对你们的考核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分数，1个月实习以后，你们当中优秀的人呢，会得到华中科技大学统计学院法医学系的一个正式的 offer。同时呢，这个湖北重庆司法鉴定中心也会提供一个 offer， 所以你们这次是一个双 offer。真刀实枪，有竞争压力了，一上来就有压力，很难很难的考核。期待。 2点半我们在1楼集合，你们就开始准备啊。然后呢，分组呢，你们自己去分一下，好不好？你们就开始准备啊。谢谢老师。哦，谢老师。哦，往慢走。哎，你们分好了吗？分好了。咱俩一组啊。我来一组啊。为什么是这样分呢？啊，因为昨天咱俩也是分一组的。啊，你们有经验了。对，配合比较好。两组合一下，因为这个可以选。你们是2个一起吗？对。好吧，这2个一起了。天啊，我就喜欢2个组到一起了，他俩好默契。昨天咱俩也是一组呀，你就看你了，你想加哪组？你看你加入哪一组？那就跟我们吧。徐子彤他说他已经分好组了，他要和向前进一组，我们剩下的3人算是自动归为一组吧。跟向前组队可能还是因为在学术上、技术上，我觉得我们算是比较互补的，然后也便于交流，所以就保持了原来的组队。我们现在到现场去。现在去，好，没问题，老师，没问题。好激动哦！那我得带着我的小拍，走。咱看看下午怎么来帮他们去完成这个考核嘛。对，这很重要的事情。走。这是我们的莫尼的案发现场。哇，在现在做法医鉴定、法医教学和法医这个工作中，我们需要这种现场还原，培养警察、法医和学员的分析能力、推理能力。但是我们给大家声明一下，毕竟是在节目的这个考核的现场，因为老师们好像正式的进入到，比如说案发现场的话，是要带一整套的防护服，对，怕自己头发呀，对，不留任何皮屑呀，然后头发遗留在案发现场会污染环境。这是一个1比1的真实的一个莫尼的死亡现场，死者发现死在那个地方。所以接下来这也是实习生们即将面临的第一个考核的现场。对。我觉得可能我们去可能会遇见一个缢死的一个场景。为什么是溺死？缢死啊！我猜是那个就是交通方面的，就它到底是怎么？交通哦，对，交通也很难。我觉得是中毒。我猜是溺死，就是淹死的。我是有点依据的啊。溺水的那个现场会比较，就是难判断。每个人猜的都不同是吧？猜的那肯定得不一样呀。你猜什么？老徐，我没有想法，现在。那老师，我们做什么呢？现在，在我手里面呢，现在有警方对在场的询问笔录。我现在呢，就把这些案情资料发给你们，每人呢对应一下当事人。谢谢。作为法医鉴定，它需要这个案情，我们这属于案情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做这种鉴定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资料，包括现场询问笔录、尸体解剖资料，以及这个后面的实验室的资料，这是我们做这个摸底现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个老师，这个死者是死在这里的，但是你画的他是在这里，那这里属于第一案发现场还是这里？你怎么把它移过来的呢？真是可以做法医的好人才呀！第一现场在那个位置，然后被发现以后就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们这叫第二现场。这个，所以我一看到我说，哎，他死在这，怎么到这儿了？那我知道。学姐，您去过现场？去过现场，但是也比较少。去现场我们要干什么？要不一起讨论嘛，好吗？不要分工那么明确。我的想法其实就是，先了解案情。了解案情，你大致有个方向，就是说这个人这死的争议点到底在哪儿，所以我就不需要考虑很多其他的东西，然后其他这些信息你一采完以后，你像之前那个刘洋老师说的嘛，一共就六种死因嘛。对。猝死、中毒、窒息、外伤、损伤6种死亡方式，然后我们基本挨个一排，然后结合案情，然后这个伤什么的，我们都能对上，也能致死，那基本就可以定了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到时候看就是我们能了解到多少信息，我们缺乏什么可以向他提出。对，我们可以问，但是有没有不一定，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好的，聪明，俊彤的表达能力啊、分析能力啊都很好。徐大哥他本职工作他就是从刑警过来的，他的一个侦查和观察力，甚至思维逻辑都要比我的强。分一下工吧。好的，是的。我觉得我自己算是有点经验的，所以我是可以去来看那个尸表检查。可以。因为他是学临床的，可能他也能看到一些。那些病理报告你来看。你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病理检查，那你就负责。那我可以负责记。好。咱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时间很短，我们主要要搞定这个。对。咱俩先把这个问题先找出来，然后咱俩看的时候就有个目的性。行了，走吧。时间快到了，快走了，还有1分钟。拿本子笔，吓死了。手机也带上。手机可以拍照。好了吗？你们？走。OK。加油。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哎，你好。哎，刘老师，你们先到了。刘老师来了，刘老师好。你好。各位哥哥姐姐好。你好。这是5个这个入选的这个实习生，然后呢，这是你们的这个助理团。是的，他们也有很多丰富的知识，所以一会儿呢，在这个现场的这个勘验当中呢，然后这4位呢都各自有身份，他们会给你们做介绍。我是小七，我是个好人。一会儿呢，这个现场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现场，做了一个还原。然后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案子大致的一个情况。它是有一年的7月15号，大概是个夏天，有一个大学的应届的毕业生，一个女生，和她的几个好朋友去爬山。当天晚上在山上住着，但是到第二天早上，她的同伴发现她死在就在你们后面这块地里面。所以你们要睁大眼睛，仔细寻找。当然，在你们寻找之前，去跟这些助理团的做些沟通。对，因为我们这里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我们各自其实都是扮演了其中的一位当事人这个事件当中的。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份询问笔录。我们先做一个大致的自我介绍，关于这个人物。临近大学毕业，为了一扫思思此前在学校遭受谣言困扰的阴霾，老师提出想陪思思出去玩一趟，让她散散心。平时爱玩的小帅提出由他来带队去户外露营探险。我是小帅。老师说想陪他出去玩，我就提议大家一起来露营，因为我是一个露营爱好者，所以我来组这个局。然后呢，我听闻死者最近心情好像不太好。我是死者的思思的闺蜜啊，我叫秘密。
我也是最后一个见到思思的人。不是老师啊，我和思思是很好的朋友。认识2年了吧，刚刚要毕业了嘛，我就想，要不要弄一个毕业晚会，陪思思出去散散心。这个小帅提大家就出来露营放松一下。喝酒的时候吧，小帅提前买了2大瓶伏特加。死者呢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长得又漂亮，成绩又好，所以经常会招人嫉妒。你说谁嫉妒呢？然后晚上我给我妹妹打电话的时候，她接了电话，她在哭。然后我问她怎么了，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呀？她说他们在喝酒。然后她很不耐烦的就把电话给挂了。然后我第2天一大早呢，发现思思不在帐篷里。那最后是老石先发现思思在水坑里，我就发现她在这个水坑里躺着，没穿衣服。血迹看到了吗？我一直对小帅有意见，他表面要介绍男孩给我认识，但实际这2人都喜欢他，我只是来陪衬的。有位女的嫉妒思思，2个男人围着他转，骨折有骨折的征兆。这个姿势正常吗？蛛网膜下弥漫性出血，颅脑损伤是一个很可能的死因。这手呗？是啊，我直接都抓秃了都。他可能敲了扔到里面啊。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然后呢，我们到现场去是有一个勘探的原则的，它有分一个紧急现场和一个非紧急现场。如果是紧急现场的话，你先把紧急事故给处理掉。如果这个人没有死，你得先把他抢救。如果这里面有爆炸物，你得先把它排除。我们曾经有我的学生就进现场一下爆炸了，手臂受了伤。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另外，我们看到现场呢是先远后近，然后呢把外围做现场到里面去。还有一个呢，先不要动现场任何东西，叫做先静止的拍照，把它固定下来，然后再去瓶瓶罐罐啊去触摸它。所以一会儿你们就要进到这个现场里面去找到一些线索，都有信息给你们。当时有照片，有尸检的照片，在那些范围都是你们可以去看到的，所以你们要睁大眼睛，仔细寻找。给你们时间是90分钟，你们尽量的把这些东西信息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呢，你们有什么发现，有什么想法，需要什么材料的补充或者进一步的工作，大概是3个要点。我就开始计时了。这个时了，1个半小时。哦，好，来。我们去跟不同的人对话。对。哦，好，可以。你先问一下案情吧。我可以了解一下吗？啊，你好。你好。我们可以到这边安静的地方。对，大家各自分区域啊。就除了你先给的信息，你还有一些主动要跟我讲。有很多要交代的。我是一个户外旅游的爱好者，然后呢，我觊觎他，我不能说觊觎他的每次有点，就是我还觉得这个位死者很好看，然后呢，老石喜欢他，但我同样也觉得喜欢他。老石是暗恋他啊，你是明恋。我是觉得他长得很好看啊，你只是欣赏。对。其实我一直就对小帅。有意见，有意见，就以前有恩怨吗？那倒没有。哦，没有。其实他有很多的女朋友。哦，好的。但是他同时还是在追求着思思。哦，好。哦，对，我还采了蘑菇。
那这个蘑菇汤呢，当天晚上思思也喝了。因为她减肥，她不吃晚餐，所以她就喝了一点蘑菇汤。看好你，加油！好。你是真的哥哥是吗？我亲生哥哥。亲生哥哥。还有一个线索可以给你的，就是我妹妹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受刺激。后来减肥长时间不吃东西，然后胃也不好。因为大家都宿醉嘛，然后当天晚上也不知道喝到几点了，所以就是都回帐篷睡觉了。然后我第二天一大早呢，我起床之后发现思思不在帐篷里，我就给她打电话，然后发现思思也不接，那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对了，所以呢，我就把大家就召集起床，说一起去找思思。那我们大家就分头找。我就发现他在这个水坑里躺着，结果特别害怕，把他捞出来，就捞到这里，结果立马打电话叫警察。那他在水坑里的时候，他是什么姿势呢？他没穿衣服。没穿所有的衣服都脱了。衣服放在旁边吗？叠起来了吗？我没有很注意到这些。OK。那个我问上来了，听着吗？听到了，她是减肥药。谁说的减肥？她闺蜜说的减肥吗？闺蜜说的，她正在减肥。完了又吃减肥药。她还有点感冒。感冒。有感冒药吗？吃头孢了。现场发现了头孢，但我没有看见她吃。我懂了。我必须要先了解到足够多的信息，我才能拼出一个大致的框架。简单的看了当时的解剖记录、照片，包括衣物等等这些物证，结合助力团的供词，然后我有了基本的框架，我才逐渐的知道了我要了解的方向，要侦查的方向。我会比较注重就是现场的勘察，就那个环境很大，它应该会有很多线索，比较着重于观察环境里面能给我的信息。因为病理这块并不是我特别擅长的，可能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你得确保你能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你觉得这个奇怪吗？就是说衣服、裤子、内裤都是湿的，袜子也是干的，就说明他不是自己掉进去的。如果是人自己掉进去的话，肯定是脚自己先进去了。也不排除它是这个，就是上面会有，我觉得这个内裤需要斑迹。对，这个后面是需要再查的。他没穿衣服。脚上这是啥呀？这不是伤啊？为啥这个颜色啊？对呀，我就在想啊，我觉得这个颜色可能的原因就是重力导致的，比如说被什么崴到脚了。这手呗，手泡了吧？手它这个指甲有抓痕，指甲都抓秃了都，是吧？淤青看见没？有伤有伤，钝器手指，它是一个圆形的，不规则，不地有出血。下一张，时间很久。这不是骨折吗？骨折有骨折的征兆，疑似骨折。那它的肠是黑色的，不正常的这个是。有那种中毒真相吧？这是胃壁啊，胃壁散在出血点，这肺是出血了吧？我瞅着有点像淤或出血。对就找一些法医上的物证。它像是一个睡姿，你没发现吗？掉进水坑怎么会是这个姿势？不是，这是草地啊，是在这里的姿势。这个姿势是正常吗？就是老师摆的呀。老师，你不知道有尸僵这个东西吗？怎么你想摆就摆？我们还有15分钟时间。好。好的。尸僵，那他提前摆的呢？老师说他在水坑发现了思思，并把他拖到边上，他是这样说的。这个姿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个姿势是最后他的姿势。就是这个姿势他自己这样还是别人摆的？肯定是摆的，这哪有人自己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是他的梦里死的。然后还有就是这里，
这里有。这里有一些痕迹，你看啊，我看懂了，就这里有痕迹，拖擦过的痕迹。就旁边有一块平的它好像就是在这里，可能把它躺在这里。哎，血迹，看到了吗？哦，有血迹。血迹头发，他可能敲了扔到里面呀。哦，也有可能。我跟你讲一下我的一个想法哈，野外提这个灯，在这上厕所。对，来上厕所。一下。哦，你刚刚看见没有？就是那个刚刚他敲这左颞的时候，他头顶不是有一个不规则的顶也有，颞也有。对。它不是一次形成。多次撞击，对。来，我们4个根据刚刚咱们聊完了之后的情况，我们可以深入的聊一聊。这个其实真的有的说了。那个死者头部有一个致命伤，死前有反抗，而且衣服还没穿，就奸杀呗。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嫌疑啊。就其实你看到小帅提前买了2大瓶伏特加，他很有动机嘛。包括这个露营也是他组织去的嘛。老石肯定就是心生嫉妒，暗恋他。老石给他买的减肥药，包括他晚上也是看着他俩喝酒嘛。我觉得这个酒是很多东西的一个开始，因为它放大很多情绪，当然，无论是嫉妒还是他的伤心，包括爱恋、占有，对，都是从这个酒开始的。是的，而且我觉得酒也可能是身体某些药物的诱发因素，也可能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些东西，都只是我们舆情在猜理。当然，是的。现在倒计时3分钟。倒计时3分，尽可能早点散。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讨论一下疑点。2个帐篷。还有什么？这里有蘑菇。不一定只有一个原因致死嘛。好了，各位，现场勘查准备收队，都到这来集中一下。集合。刚才经过90分钟现场勘查。其中呢，还有这个大家借助助理团的一些信息情况，对现场进行了基本上地毯式的在搜索。我们一会儿要回到办公室去进行梳理整理。现场的这些照片，我会到办公室里面给一个 U 盘给你们，都有电子版的。然后呢，助理团的呢，你们是这样子，你们看你们是不是需要在这还要去好探讨一下，继续留在这里。好，我们谈论一下。好，我们就收队。好，谢谢柯基姐，谢谢同学加油！加油！你们先回工位把东西放下，我们再说这事儿。好。一会这样子，我们呢就是从法医学角度描述一下与死者死亡有关的信息，最终要形成一份关于死者死亡原因的汇报材料，好不好？1个小时做 PPT 汇报。好，谢谢老师。我们在吧台上讨论吧。好，你们带什么东西？电脑。好，来吧，理一下我们的思路。如果说是钝器砸的话，那个钝器肯定会给表皮造成一定的擦伤，但是它那个，像不像利息被东西包起来砸的？有点像，其实。有点像。哎，这个石头上就有血迹呀。那就是有人拿这个石头砸了他的脑袋，那就是有个人单纯的害他呀。你看他脑沟里面都是有血的。脑出血是吗？脑出血的话，应该是淤血得量他的就是体积。那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下一步线索，就是问他们脑部出血有多少。对。这个应该就是摆成了这个姿势嘛。你看，作为老师第一个发现他的人，为什么会把他摆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就很奇怪呀。哎，裤子也穿了呀。那为啥他内裤是湿的？哎，
经斑。哎，经斑。文字信息，这个有检验的信息。哎，老师，这个有的说吗？有的说吗？这个真的是有的说了，这不是1天2天能说得明白的事儿。这个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就是酒喝多了嘛。他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超标。但是酒精我看了一下没有到致死量，这个乙醇它这个量是144，但是致死量是300。因为它是经过了1个晚上，就你肝脏已经代谢了一部分，会降低，但是应该还是不会致死，不会降那么多。就是人死了之后是不代谢的。哦，他死了之后他就不会代谢了是吧？对啊。他有没有可能，他晚上上厕所，然后他想往后挪一挪的时候，不小心就像我现在这样，砰一倒，然后滑了下去。这么浅的水坑，总不至于是溺水吧？有可能呀，因为它本身就是宿醉嘛。是的。你看他的肺淤血是什么呀？是溺死吗？需要看一个硅藻，排除溺死。这个我没太看懂，这是哪一个指头？指尖儿是干净的，它像扒土一样。他指甲里面有泥土，可能在水里挣扎过。他很有可能，比如说，就是挣扎的时候有抓到对方的那个组织成分。代检的还有指纹，或者是 DNA 提取一下看。这里有蘑菇。哦，但不是花蘑菇。毒物分析你们那个看了吗？现场的蘑菇可以直接测没毒。对，然后跟他体内的成分是不是一致的？然后还有药，对吧？他那个药。啊，那个还有减肥药。好像没有了呀，我们看完了。没了，我们能看到的都看完了。对。困了。我也是。我就给你冲杯咖啡啊。有杯吗？我看看。看。胸腔有吗？老师，给您冲杯咖啡。我说有，谢谢。哦，有了。那你自己喝一口。好。好。多了一杯，我怕过去打扰到他们，给你2杯。哎，我有2杯吗？谢谢。昨天熬那么晚，大早上这么有元气，看啥呢？看小七。哇！小七，来了。怎么做到的？因为我有打开早晨的独特方式，这个雀巢咖啡，双豆拼配，分离烘焙，一杯馥郁醇香美式，助力开启活力早晨。还有雀巢咖啡经典醇香原味哦。助理团，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小任务，在我们鉴定中心1楼放着本案的关键线索，如果你们正确解读线索，便能够得到案件的真相。是这个吗？我觉得是这个助力团任务卡。做出以下动作：双手臂前，身上抬，甩至头顶上方，虚甩500下。他这个死因可能是跟这个动作是有关系的。那往后甩。不会真的就是给摔了吧？就像我现在这样，砰一倒，然后滑了下去。这样你在前面领着，我们跟你后面做。学一下，学一下。双手举指胸前，同时配合伸腰低头活动。甩500下就有新线索了，预备数，来，1、2、30、80。哇，你们等等我，我现在才56。好，72。非常好啊，同学们做的特别好。多做200。120， 410，700，哇，很累。
这个应该有700多下了吧？应该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第2个线索，是不是因为你没甩？500下，500下，来，500下，500下。这什么呀？这个。不要变位，不要变位。手冷，是甩的手凉了。哎，甩的真的是风往袖里灌。是的，这胳膊凉了。7月份的时候，山上很凉快的，很舒服的。没有任何的发现啊！我今天已经做了700多下了。再看有没有人出来。哦，是不是想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啊？是不是让咱自己找呢？我再看看那上写了啥。不是最后那写了那句话。哦，嗨！哎呀，你怎么看的？你咋看的呀？怎么了？人家说做完回到大会议厅，回到大会议室。哎呀，快！哎，哦，就是这个。6点50做汇报，还有10分钟，这有点赶呀。是解剖阳性的，你不要查这些，还有问题。但是你这些都没有查呀，这些要一个一个搞定啊，你都没有查的。不是啊，他有酒精肝，但是他可以吗？可以。这是以咱俩思路来的吗？嗯，对。这是了解案情的，现场的基本就是对吧？嗯。非常清晰，非常之清晰。你头面不就一个出血呀，整部出血。那还有别的呢？我看一下，不要着急，他们也没写好。急死我了！心脏有胸包积液，镜下基底层造性出血，你镜下不想写也行。你们2组人马5分钟以后。啊，好的。到会议室。哦，好，明白。血压都上来。外伤不致命。嗯，行。对吧？足部外伤不致命。不要这样啊！我电脑怎么卡了？不会吧？戴哥，时间快到了。你怎么办？那我就用嘴说。对，你就用嘴说，我大概打一下。还有一个那个7纳克的那个是什么？走吧。呀，我怎么会有点紧张呢？报告这个。没事，正常说。何姐姐们好啊。你们一起进来吧。好。我坐后面一点吧。又来了一位大咖，华东政法大学的很著名的大专家王晓华教授。欢迎王教授。老师好。因为法医学它实际上你要有相关的法律知识和证据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会请像王教授这样的人来对他们一些国法的一些宣教。其实司法鉴定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尤其是现在强调法律科技化的这个大潮之下，应该说司法鉴定无论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当中，它的起到的作用是越来越大啊。非常欢迎这个王晓华教授啊！欢迎您。看是你们组先汇报还是他们组先汇报？你们商量一下。
我准备好了。哦，随时可以开始。好。我们是从可能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来分析的，然后我们觉得，有6种可能性。第一个是机械性损伤，第2个是机械性窒息，第3个是中毒，第4个是高低温损伤，第5个是电击，第2个是猝死。第一个机械性损伤，它的左枕部头皮和帽状结膜下面是可以看到损伤和出血的，但是其他现象是不明显，所以我们觉得机械性损伤可能不是致死的主要原因。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能不能说完一段术语以后，再用一个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一下？就是我们在观察他的颅脑损伤的时候，就看到他的枕部这一块，就是头上打了一个包，一个小包，但是里面都没有问题，就仅仅是个小血包而已，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怀疑他可能有个颅底骨折，因为他的这个眼部的那个真相有点符合熊猫眼针。又要问了，熊猫眼针是什么？就是颅底骨折之后，他因为一些原因，就是眼睛会像被打了一拳，然后就被打了之后不是熊猫眼嘛，就是眼睛周围就青紫。要讲通俗易懂的，就是说是这个地板出了问题，这个房间里面装了个脑袋，拖着脑子这一块骨头，它碎了以后呢就会漏水，从哪里漏呢？从耳道里面漏出来，从眼睛这个眶里面也会漏出来，形成像熊猫一样的黑黑的眼睛，两眼黑眼圈。我们考虑的第2个可能致死的原因是机械性窒息里面的溺死，因为它有一些比较符合溺死的真相，比如说它的手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这个手是在水里泡过的，洗衣服手，就叫末端，它指甲里面有泥土，可能在水里挣扎过。我们考虑的第3个死亡原因是可能是中毒，因为我们在它的肝脏、胆囊，它都变成了青紫色，并且有很明显的淤血现象，然后它的胃黏膜也有散在性的出血点。然后我们还在女生的帐篷里面的一个包里找到了头孢药，我们不确定她有没有服用，但是她已经缺失了，考虑她可能是服用了头孢，但是她那天又跟你们饮酒。头孢跟酒会引起一个反应，叫做双硫仑样反应。对，这个反应会导致乙醛在体内堆积，就是肝没有办法代谢掉乙醛。对，然后因为是夏季，就基本可以排除是因为低温导致的。然后他的身上也没有很明显的就电击过的痕迹。虚灵它就是一个学习型，而且能够转化成现场应用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全面、比较稳的。徐应林在整个过程中做的最具有条理性的，比较符合法医这一个基本准则。大概就是一些这些真相。法医要得出一个准确的死因推断，我们必须得一步一步进行排查。首先就机械性损伤，下一个就是高低温，刚刚说了不致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排除掉。第2个就是我们的溺死，我们经过这个硅藻实验，在这个死者的体内，就是在胃、在肺、在其他各个地方都是没有查出这个硅藻的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排除它不是一个生前溺死。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的中毒，中毒的话我们分了3种，第一种就是酒精配上这个头孢。首先我们的乙醛检测为阴性，双硫仑样反应阴性。所以就是乙醇不是导致他死亡的主要原因。蘑菇的毒物也是一个阴性，所以就只剩下这个减肥药。减肥药中毒没有排，增加严重心脑血管风险。还有一个线索可以给你的，就是我妹妹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受刺激。你看冠脉粥样硬化呀，这个可能就是诱因，死亡诱因对吗？直接原因就是冠心病呀，猝死。然后最后就到我们最重要的死因推断，我们的结论就是它是一个心源性的猝死。主因呢就是它出现了一个冠心病，因为它是有先天性心脏病的，
冠心病就是先天性不叫冠心病。然后诱因的话有有2点，第一个就是这个老石所赠送的这个减肥药，经过检查查出的是它是一种叫做西部曲明的减肥药。这种减肥药在我国呢是违禁的，对，是违禁用品。这样，西部曲明啊，它可以增加心血管的风险，增加他心脏病发生的概率。陈实发现问题很敏锐，非常活跃，缺点依然是那么突出，很快输入，加工不够，就像猴子搬包谷一样，搬那个包谷就出来了，哎，扔了，搬那个包谷扔出来，几乎就没有加工的成分。以上就是我们小组总结出来的就是结果。哦，好，谢谢各位。还有没有补充的？你们2位？行，下面请你们这一组吧。啊。对，换一下吧。换一下他们的前面。就我不用换，你转过，你到这儿来。刘超玉他实际上他现在进入这个实习状态，他应该很惊慌，因为现在就他一个是没有法医背景，就要加倍努力把基础知识补上来。第一次我们跟那么多老师见面的时候，有一点紧张，可能当时我还是完全没有胆量那么勇敢的，就真的说啊，我这个发言没问题，我来吧，还是需要提高。可能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我希望我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我也希望自己能更加勇敢。好，看一看。老师，我这个 PPT 比较仓促，用我那个毕业答辩的那个 PPT 大致改的，所以上面可能有我就是学校的名字。不好意思啊，可能是一种凡尔赛。多包涵吧。报告人就是徐九彤和向琴琴，我是徐九彤，他是向琴琴。然后代药老师呢是刘亮教授和周一武教授。我们这是写的是思思的死亡案件分析报告。我们目录是这样的，主要这4点。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分析一下重点案情；第二呢，就是我们看一下现场和解剖，也就是尸体现象和解剖所见；第3点呢，我们要看一看组织病理学的分析以及毒物的分析；最后一点呢，我们要看一下诱因和死因。重点案情呢，一呢就是说，思思有协心病；二呢就是他当时的情况是饮酒；第3呢，他有是禁用的减肥药，还有服用感冒药。对，然后那是。稍等一下。哎，怎么少了2张？我这个稍等一下。我这个。不要这样啊！我电脑怎么卡了？不会吧？帅哥，这个硕士论文全部上来了，小心泄密啊！这个应该。那我们2个分段讲吧。是这样的，在我们今天到达现场之后，观察到的一系列的一个结果，在没拿到这份尸检报告之前，我们断定出了这几个方向。我接下来，说一下。当时我们看到那个颅内的一个照片，我怀疑是弥漫性出血，均为内伤。我考虑可能说是致命伤在头部。第2点的话，我会考虑它是一个中毒反应，因为我在此之前有了解到它有一个
那个思思身上有这个头包，然后她有一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史，心脏病史它是不能受到刺激的。乙醇的话，乙醇在进入人体之后会变成乙醛，再转换为这个乙酸的时候，它哎呀，有一点点紧张哈。像晴晴，她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医学，但是呢，在整个过程中很有自己主张的。还有一个衣服的一个摆放，因为当时我勘察现场的时候，我有看到他的内裤是湿的嘛，当时就有想到，会涉及到一个犯罪心理嘛。性犯罪？哎，性犯罪，因为当时会想到说是奸杀。不是，你先听我讲。听你讲的特别好，我被带入进去了。好，对，讲的特别好。像晴晴，那现在勘察来说，她记录很多，有很多的标签值。我觉得她这个方面很优秀，就是观察能力，包括她的这个兴趣啊，她有个目标，慢慢她会成长起来。晴晴讲的是拿到尸检报告之前我俩推测，然后我讲的是我们拿到尸检报告之后擦掉了很多推测。第一呢，就是排除了这个机械性外伤致死，因为伤都不致命；二呢，就是没有雷击电击，然后呢中毒呢发现它的酒精含量以及乙醛的含量都不足以致死，以及它药物呢也不足以致死。第三呢，就是它没有窒息征象。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有个先心病，所以我们最后看了这个先心病的切片，发现这个先心病呢也确实是有一个严重的狭窄。根据案情嘛，哥哥当时也讲了，就是说也接了电话，听到这个妹妹在哭，然后呢他肯定是情绪激动，加上饮酒，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冠脉的严重狭窄的这个切片的表现，我们推测这个诱因应该是这个先心病。这个药物和酒精。所以现在剩下呢，主要就是有一个鲜红色的尸斑，这个是引起我俩注意的。检控患者尸斑呈鲜红，尸斑鲜红色，一氧化碳中毒、氰化物中毒，冻死。但是它不是封闭环境啊。对呀，那是排除。更主要的就是高低温致死，也就是它这个在环境下的一个冻死。我有一个问题啊，7月份的时间会冻死吗？首先就是看它这个尸体有一些比较特征的点，一呢就是它有个鲜红色的尸斑，第二呢就是它胃黏膜有个点状的出血，也是说它冻死确实有这个点状出血的征象在。第三点呢，它属于一个拳头状的体态，拳头状体态呢，我觉得这是我俩区别于它因为冠状动脉心肌梗死导致直接死亡的一点。心肌梗死亡，他的体态不应该是当时的那种蜷缩状态，而是应该处于一种比较更自然的放松的一种死亡的状态。第四呢，就是他当时的环境温度比较低，尽管是夏天，但是他们在爬山，而且当时夜晚的室温水温大概在10度及10度以下。就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心源性猝死也是有那个可能的，就是它的那个先天性狭窄是很明显的，就我还是很坚定的觉得夏天的夜晚不会冻死。然后呢，我俩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发现呢其实是冻死。然后就因为我们最后得出了这个死因嘛，所以这对感谢刘教授、周教授，然后感谢各位嘉宾给的这个信息，然后感谢同伴的支持，然后也感谢在座各位的倾听。刚才这2组同学对这个死亡原因做了一个汇报，那么这个真实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请助理团这个真相跟我们说一说。我可以吗？可以啊。我们
4个人一人读一段吧，你先来，你说吧一人你说吧你一解读吧人读一段解读吧，我们还是一个小团体，一人读一段吧。好。案件真相：临近大学毕业，众人来到山中，决定搭帐篷过夜。天黑的时候，小帅提议喝酒，众人响应后，将2瓶700毫升的高度伏特加一扫而光。思思因为在学校遭人污蔑，心情不好，所以喝得最多。众人喝醉便各自休息了。回到帐篷的思思不久之后出来小便，半醉半醒之间，思思不小心迷了路，一夜路滑，思思不慎跌入了泥坑中，崴伤了脚，头也不小心磕到了石头。最终，思思因为山中降温，自己躺在潮湿的水坑中，身体失温被冻死。可以。徐志彤同学和向清同学，最终的结果是正确的。徐志彤他把石斑鲜红这个看出来了，这一点很难能可贵的。冻死会石斑鲜红色，冻死反常脱衣，面容苦笑面容有一点胃黏膜糜烂，胃黏膜弥漫性点状出血，感觉找到了，真的是牛，他的思维逻辑非常缜密，而且非常的专业。判断死因是正确的时候吧，我觉得属于团队的荣耀。内心还是蛮开心的，因为那就证明我跟徐大哥的一个推理逻辑是在正确的路上。对子彤老师刮目相看，真的，他真的很果断哎。对，来，这。我们其实一开始看到7月份的时候，直接就把这种冻死排除掉。都在想，大夏天怎么会冻死人啊？进那个案发现场之前，就有想过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会冷啊之类的。但是我当时问他说是一个夏季的夜晚，对于我这样一个南方人，就冻死这个概率也太小了，就完全没有想到。冻死什么？不会。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冻死。冻死呢，它是一个有很多典型的一些表现的。它是因为环境的温度太低了，散热散得很快。只要你的衣服本身很薄，没有保暖的什么，它的这个散热就超过你这个产热，所以会让体温下降，一直下降到接近室温、接近常温，然后迅速死掉。注意，下降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程，它一般分为4个时期，从开始的兴奋期。就是肌肉化活动啊，发抖就是兴奋期。也就我们有一句话叫取暖基本靠抖，它是人体的一种保护啊。你抖的时候，你这个肌肉产生那个 ATP 就会增加。之所以让助力团下去做操，是因为这套操可以帮助他们取暖，可以有效的抵御快速失温。哦，原来在下面在楼下做那个运动是这个作用。双手举指胸前，同时配合伸腰低头活动，甩500下就有新线索了，预备数，来，1、2、30。在大厅其实没有特别想明白那个动作究竟是干什么的。公布结果之后，茅塞顿开。这个动作其实是能够让你在低温的情况下，然后呢，通过身体的运动能够保持身体的温度。然后呢，再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到往30度那地方靠了。这一段时间就开始兴奋期就减弱了。那他有一个很要命的事情，这个时候什么呢？他会出现意识障碍。这个意识障碍很要命，就是他会出现幻觉。产生幻觉以后，他会出现各种奇怪的事情。再往下降，到了抑制期了，他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他有温热感，就是他感觉我是很温暖的，我就脱衣服，这叫反常脱衣。到了最后完全瘫痪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面肌的痉挛，看起来在笑，所谓的苦笑。 ，
那个卖火柴的那小女孩，她是很经典的把那个洞的这个地温下的那个感觉找到。对，我记得安徒生童话最后写着小女孩面带着微笑，就是一种冻死的表现。哦，你真的是有科学的这个东西在里面的。不同的专业解读不一样了。以前看的仅仅是童话故事，现在看其实正好对应了由于温度过低冻死的时候人体的一些外在的表象特征。很震惊，没有想到以一个专业视角在看童话故事的时候会收获到不一样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又能够恰好映照在一起，觉得很神奇。回过头来我们再想想这个案子，这么个6月天7月天怎么会出现这个事儿，是吧？其实这个事情跟天气海拔有关系，而且还有北风，刮得呼呼的。所以现在驴友啊，在我们旅游的时候啊，他最怕的是风，最怕的是雨。你风一吹，你没有一个隔的话，你的散热马上就出去，所以这个非常危险。所以其实咱们去旅行啊、旅游啊，应该把那个保暖的毯子要做好。露营这件事情，它是一定是需要有一个专业指导下，因为我们近些年来看到很多的新闻。脑一热，大家就组织去露营，结果需要大家花费更多的社会资源去进行搜救，所以说这一点的确是要注意的。作为组织者，你是要知道自己参与这样一种野外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组织能力和经验？对，有没有考虑到相关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风险？那如果说发生了一些惨剧，那么这个就是组织者他在这个方面肯定存在一定上法律上的一个责任的。哪些能做，哪些不敢做，一定在你自己的什么安全范围之内。我想咨询教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场聚会中，我们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这起案件虽然已经排除了刑事犯罪的这么一种可能性，那么它更多就涉及到一个民事责任的问题。在这起案件刚发生的时候，老石给思思穿上了衣服，这个是什么时候穿的衣服？发现尸体后，他觉得这个对死者不好，所以我们陈毅是违法了。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发现疑似犯罪现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义务，第一是报警，第二个义务有保护现场的义务。曾经就有过一个案件，实际上是一起猥亵案件，但是最后在发现尸体的时候，家属帮助被害人把他衣服给穿好了，公安机关就没有往这个性侵犯方向去进行侦查，那么耽误了大量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法律规定，在发现案发现场你没有办法完全排除刑事犯罪可能的情况之下，一定要保护现场。明白了，今天回去不得学学法医，也得看看老师的课，对，听听老师的课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法律知识。对。好，那这样吧，今天这个一天，去考了这个5位这个实习生，终归是要有一个结论的。按照我们这个规则呢，我要给你们5个人要打分。成绩快要出来的时候，心里还是蛮紧张的，会对自己的一个表现担心。工作期间完成的这些任务啊，这些都会被工作来评价你的，就是有压力。我打完了，我把分数先公布一下。这个向晴晴75，何朝玉是70，陈实68，西林这个70
实。虚名就是很扎实，还有一个它比较全面，观察力非常仔细，它的系统性、条理性、这个梳理性就很清晰，所以还是给他了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分。徐子彤。徐子彤82排在第一位。今天对我来说是法医工作思路的一种小肯定吧。我觉得我这个拼图还会更大呢，还有更多的碎片等着我去寻找。它和象棋界分成一组，作为一种团队，它起到一定领头羊的作用。从输入到输出，它信息采集的是比较全面的。目前来说呢，是徐子彤82排在第一位，这个陈实呢是68，排在了最后。也是个第一。那我想想为什么把陈实打成这样子呢？是因为你今天第一，你这个还是就是有点毛糙，有点太敢于发表这个问题这种东西了。给他最低分是现在要给他一盆凉水，就是要给他一点打磨，敢于问、敢于冲动、敢于发言是个好的事情。但是鉴定人确实需要稳重，就是你不能看到一个东西，立马就不经过大脑就传播。刘朝玉他是一个新兵，但是他其实在现场上面，包括后来在那个帐篷那里面去，他又单独去重新再去看呐，然后做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努力的。我有问题，老师为什么给我的 partner 给75分？为什么？为什么他不问你问？啊，我会想问，我会想问。他的问题应该由他问。对，你要问吗？我不问。你不想知道你这个进步的方向在哪里吗？好，那我问。你非常优秀的一点是在你汇报的时候非常沉着，而且是跟他们这种助理团有非常漂亮的对答。他还有一个淤血或者说是出血的一个现象，有可能是被掐的吗？我这边肯定是不排除的，因为作为一个法医的角度要拓展开。他在现场上的表现很优秀。7月份的山上可能气温能达到1到5度，很精彩，也非常自信。其实很多思路都是他提出。没打开是，因为他认识他的这个专业基础肯定是不足的，所以给他一个相对中间的一个状态。确实，今天这个案子，还是很多干扰项，也很复杂。但是你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分工啊，还有配合呀，还有发表意见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法医专业这一门功夫还是蛮深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觉得这个还有很大的这个前行的一个空间。那么今天这个第一次这个考核就到这儿了，结束了，就结束了。谢谢。我们都给自己鼓励，继续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咱们回办公室吧。终于回来了。议案结束之后，我对系统性的知识更加的去加深了印象，并且掌握了它。今天这个收获我觉得太大了，没想到我能在一天当中学这么多的知识。资料整体上，我还是太相信自己的主观了，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在未来的法医道路上可能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是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成为死者联合司法公正的初心。
今天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了法医工作巨大的压力以及法医肩上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很坚定的、很有毅力的坚持下去。一起走吗？可以呀。走吧。下班了。叫你们看那个死人了，快点来，快点来呀！先不要着急，您先说一下您具体的位置。我看到那个尸体了。对他们下达指令，不要围观，不要拍照，尽量远离现场。这个钩子是要勾他的踝关节或者腕关节。往右边走一点。你慢点。我的鞋上。钩子可以递给我们，你够得着那个了吗？把它抬起来，抬起来啊！肩膀先。你第一次吗？不，第一次看到这种真实案例啊。慢慢屈从做头部，主要锯骨头，软组织不要锯。确认是哪里受了伤？你再说一下你哪里感觉不对？没感觉的。不要用刀尖，要用刀斧。先下去，然后再向后拉。为什么一定要下去呢？那又怎样呢？我想问你到底要看什么？右侧肋骨下缘。为什么要下缘？我问你第几类？那材料呢？如果这个材料丢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要是干，你就好好干；你要是不干，你就可以辞职先走，也可以。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 ，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 ，YY 直播智行 ，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看见月的另一面，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屈艺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